凭什么地球能有卫星，月球就不能有？凭什么地球非得比月球大？如果反过来呢？那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接下来的1个小时里，我将带你沉浸推演：假如月球拥有卫星，世界会怎样？假如地球与月球互换大小，世界又会怎样？你可以点赞收藏，找个舒服的姿势睡觉了。回答我一个问题：在太阳系里，哪些卫星能拥有自己的卫星？答案出人意料，木星的几颗大卫星可以，土卫6可以，海卫1可以。理论上，我们的月球也可以。对，我说的只是理论上可以。现实中，太阳系几百颗卫星，没有一颗拥有确认的子卫星，一颗都没有。为什么？因为条件苛刻。就好像数学告诉你这个彩票能中奖，但概率低到你从宇宙大爆炸开始，每天买一张，买到今天都还没中。理论上行得通，现实里就是碰不到。让我从故事的起点讲起。40多亿年前，太阳系还很年轻，年轻到行星都还没完全成型，整个内太阳系就是一片混沌的行星胚胎，互相撞来撞去的格斗场。那时候的地球刚形成不久，表面还是一片望不到头的岩浆海洋，温度超过2000摄氏度，天上看不到月亮，只有漫天漂浮的碎片和尘埃，整个天空也许是一整片暗红色的，因为炽热的地表把大气层烧得赤红。然后一颗大约火星大小的圆形星，我们叫它忒伊亚，名字来源于希腊神话中月亮女神塞勒涅的母亲，以每秒10公里左右的速度，从大约45度角的方向斜着撞了上来。这一撞的能量有多大？我给你一个对比。如果你把人类引爆过的全部核武器，从1945年第一颗原子弹到2024年所有核试验加在一起，总当量大约是几千兆吨 TNT 炸药，而忒伊亚撞击释放的能量大约是几百万亿亿兆吨。也就是说，人类所有的核武器加起来，连忒伊亚撞击的一个零头的零头都不到。这不是爆炸，是全球性重塑。这一撞直接把地球的表面炸飞了一大圈，几千亿亿吨的岩石瞬间气化。忒伊亚自己的铁核因为密度高，动量大，穿透地球的地幔，沉进了地球的内部，到今天还在那儿。而它外围的岩石、地幔和地球被炸飞的物质混在一起，在地球周围形成了一个炽热的碎片盘，温度高达几千摄氏度，范围延伸几万公里，由液态岩石、硅酸盐蒸汽和金属物组成，远远看去就像一个巨大而发光的缓慢旋转的死亡光环。接下来的几百年到几千年里，注意，在天文学时间尺度上，这已经叫一瞬间。这些碎片在引力作用下逐渐聚集，最密的区域先塌缩，形成几个大的种子，然后这些种子继续扫荡周围的碎片，越长越大，最终合并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月球。这就是大碰撞假说。它之所以是目前最主流的月球起源理论，不是因为它讲起来特别燃，虽然确实燃，而是因为它能解释的观察事实太多了。我给你列几个。事实1，月球的铁核极小，月球核心的半径只有大约350公里，是月球半径的1/5左右，而地球的固态内核
有2400公里直径，外核还有2000多公里。月球的铁核占比大约只有总质量的1%到2%，对一颗岩石天体来说，这个比例低得离谱。为什么？大碰撞假说的解释干净利落。推伊亚撞地球的时候，它那颗致密的铁核因为动量更大，直接穿透熔融的地幔，沉进了地球核心，而月球从头到尾只拿到了边角料外围的轻质岩石。事实二，地球和月球的氧同位素比例几乎一模一样。你可能觉得同位素是个专业词，但它的逻辑很朴素。不同来源的岩石在形成时，氧16、氧17、氧18这3种同位素的比例会有微小差异。就像不同国家生产的钞票，虽然面额一样大，但水印纹路不同。而阿波罗任务带回来的月球岩石样本证明，月球和地球的氧同位素比例精确到1/1000以内，这在太阳系中是独一份。唯一的解释，月球和地球是同一锅石头汤里分出来的。事实三，这个是近年最炸裂的发现。2023年11月，国际顶级期刊《自然》的封面文章发表了一项超级计算机模拟的结果。在地球深处大约2900公里以下的地幔底部，与液态外核交界的区域有2个巨大的低速区。什么叫低速区？就是地震波经过这里时会明显减速，说明这儿的物质密度和成分跟周围的地幔不一样。这2个低速区，一个位于非洲下方，一个位于太平洋下方，每个的体积都相当于一整个大陆。科学家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大型低剪切波速区，简称低速区。过去几十年里，没人知道这2个东西是哪儿来的。而2023年的这篇《自然》封面文章，用超级计算机模拟了大碰撞的全过程。结果表明，忒伊亚撞击地球后，它那颗破碎的行星地幔碎片，因为密度比地球地幔略高，大约高2%到3%，没有浮上来参与地壳循环，而是沉淀到地幔底部，形成了这2个低速区。也就是说，40多亿年过去了，那颗撞出了月亮的行星的尸体，现在还在地球的肚子里躺着，而人类在2023年才刚找到它。你头顶上那轮明月，和你脚底下2900公里深处的2个巨大疙瘩，是同一场灾难的2半。生命多奇妙，一颗行星撞了你的行星，死去分成了2半，一半飞到了天上变成月亮看着你，一半沉到了地心变成低速区等着你。而你恰好是诞生在那颗被撞的行星上的物种。从这个角度往后退一步，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月球很难有自己的卫星。因为它的出身大碰撞产物，意味着它从一开始就紧紧贴在行星的引力怀抱里。月球离地球只有38万公里。你可能会说，38万公里还近，开车要开100多天呢。但在天文学尺度上，38万公里连光走1秒钟都不到，光从月球抵达地球只需要1.3秒。在这个距离上，地球的引力可以轻松地把手伸到月球周围的空间里，管这叫长臂管辖都是客气的。地球的引力长臂直接伸到月球的家门口，这就是希尔球这个概念要解决的问题。18世纪，确切地说是18世纪末，法国天体力学家拉普拉斯在计算木星
和它的卫星之间的引力平衡时，发现了一个优雅的界限。稍晚，美国天文学家乔治·希尔进一步形式化了这个概念。他提出的问题是，在行星的引力场里，一颗卫星能拥有多大的独立视力范围？换句话说，你得多远多大，才能让你家门口的小弟不被行星直接抢走？这个界限就叫希尔球半径。公式我不念出来，你下一秒就睡着了。但你只需要知道它取决于什么。卫星质量越大，视力范围越大；离行星越远，视力范围越大。对于我们月球来说，质量7.36乘以10的22次方公斤，离地球38万公里。希尔球半径算出来大约是61500公里，月球的半径是1737公里，所以希尔球半径大约相当于35个月球半径。也就是说，在从月球表面往外面算6万公里以内的区域，地球的引力暂时不会把你的东西抢走。这个数字看起来不小，6万公里什么概念？地球的周长才4万公里，但在引力稳定的真正意义上，希尔球是一个理想化的上限。它假设卫星本身的引力是唯一需要考虑的因素，忽略了太阳引力、其他行星的射动以及轨道共振效应。在实际的天体力学中，一颗子卫星的轨道要想保持在数百万年内稳定不崩，不能占满整个希尔球。经验规律是，稳定轨道区域大约在希尔球半径的1/3到1半之间。对于月球来说，这个真实安全区只有大约2万到3万公里。放到太阳系尺度上，这等于一个巴掌大的地方。巴掌大的地方还不够，还得躲另一个雷区——洛希极限。大多数人对潮汐力的理解停留在涨潮和退潮上，但潮汐力的物理本质不是一种力，而是一种力差。同一个天体上，不同位置受到的引力大小不一样。我举个你能感受到的例子：你躺在地板上，你的头离地球中心比你的脚远了几十厘米。理论上，你的头受到的地球引力比你的脚稍微弱那么一丁点儿。当然，你不可能感觉到这个差异，因为地球太大了，几十厘米的距离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如果把地球换成2个月球那么近的黑洞，你从头到脚的引力差大到可以直接把你像拉面条一样拉长。这在物理学上叫意大利面条化，是个正儿八经的术语，不是我现编的。洛希极限就是潮汐力撕碎天体的临界距离。对于一颗路过月球的小行星来说，如果它离月球太近，进入洛希极限以内，月球对它正面和背面的引力差就会超过它自身引力能维持的整体性，然后咔碎掉。所以月中月要想活，必须同时满足2个不共存的条件：不能太远，太远被地球抢走；不能太近，太近被月球撕碎。这2个条件中间夹着的那条窄窄的安全走廊，就是子卫星理论上的宜居带。在这个宜居带里能放多大的东西？寇迈尔和雷蒙德算出来了，直径大概不超过1到2公里。超过这个尺寸，它的自身引力就不够强大，扛不住潮汐撕扯。但如果太小，比如几十米的碎石，它自己的轨道又会被太阳辐射压力、光子的动量传递给推得东倒西歪。所以月中月不是一个可以随便挑大小的天体，
它有一个最适尺寸范围，就像一个密码锁，锁孔只对一种尺寸的钥匙开放。费这么大劲列了3个条件：足够大的希尔球，足够大的洛希，极限距离，足够巧的尺寸。现在你来听第3个条件，这才是真正的魔鬼，嵌入精度。一颗小行星要想变成月中月，不能是自己从月亮怀里长出来的。月球没有足够的碎片盘来生它，它必须是外来的。一颗近地小行星或者主带小行星，在绕太阳运行的过程中，偶然被月球的引力给拦住。但这怎么拦？小行星飞来的时候，速度通常是每秒几公里到10几公里。月球绕地球的公转速度大约是每秒1公里。如果小行星飞得比月球快太多，它会直接从月球旁边呼啸而过，月球的引力根本来不及拉住它。就像你用渔网去套一颗子弹，子弹穿过渔网的时候，连网眼都不会碰到。如果小行星飞得太慢，它会在进入月球引力场之前，就被地球的引力先下手为强，要么直接砸向地球，要么被地球的引力弹飞。要让月球捕获一颗子卫星，这颗小行星飞过来的时候，相对月球的速度必须低到一定程度，大概每秒几十米到几百米量级，而且方向必须瞄准月球希尔球里那个安全走廊。这个概率在轨道力学里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叫做极低概率事件，就是科学家写出来都觉得不好意思的那种低。我给你一个更精确的画面，回到前面的乒乓球比喻，你在北京鸟巢的看台上扔一个乒乓球，它不仅要落到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某个人手里的咖啡杯里，而且要求球落进去的时候速度刚好减慢到能在杯子里转圈圈而不弹出来。而且这个杯子在被放在一辆以时速60公里移动的卡车上，这基本就是月球捕获子卫星的精度要求。但这里是重点，宇宙不靠概率活着，只要时间够长，概率再低的事也会发生。太阳系存在了46亿年，即便1年内月球捕获子卫星的概率是1000亿分之一乘以46亿，也有大约5%的累积概率。而且历史告诉我们，引力捕获这种事在太阳系里确实发生过。海王星就是活证人。海王星，太阳系第8行星，有一颗巨大的卫星叫海卫1，英文名 Triton。海卫1直径2706公里，比月球只小大约22%，质量排太阳系所有卫星的第7名。但真正奇怪的不是它的尺寸，而是它飞的方向。你去看木星的卫星系统，木卫1、木卫2、木卫3、木卫4，它们全都绕着木星顺着转，方向和木星自己自转的方向一致。土星的土卫6也是顺行的，天王星的5大卫星也是顺行的。顺行轨道的物理含义很明显，这些卫星是和母行星一起从同一片物质中形成的，说白了就是亲生的。但海卫1是逆行的，它绕海王星转的方向和海王星自己转的方向相反。海卫1的轨道面和海王星赤道面的夹角高达大约157度，几乎就是完全倒过来转。在天体力学中，逆行轨道的来源解释非常有限，你不可能和母行星一起形成然后倒着转，因为吸积盘本身就在顺着转。唯一合理的解释是，
它不是亲生的，是半路捡的。海卫一从哪儿来？最被广泛接受的答案，它来自柯伊伯带，太阳系外围一个从海王星轨道外侧延伸到50多个天文单位之外的环形带状区域，里面有几十亿颗大小不一的冰冻小天体。冥王星就是柯伊伯带里最大号的居民。当年的海卫一本是一颗独立的大号柯伊伯带天体，在一场机缘巧合的引力台球中靠近了海王星，被海王星一把逮住。这一逮不要紧，海卫一的个头太大了，它被捕获的时候是太阳系历史上最大的卫星捕获事件。它那条逆行轨道产生了极大的潮汐作用，海王星的引力持续不断地在海卫一身上做功，减速它的轨道，让它螺旋式下降。更恐怖的是，海卫一的巨大质量在闯入海王星系统时，用引力把海王星原本的卫星系统给砸了个稀巴烂。科学家推测，海王星最初可能和其他巨行星一样，有一套正常的顺行的卫星群，也许5、6颗，也许10几颗。但在海卫一这个不速之客闯进来之后，这些原住民要么被踢进了星际空间，要么被撞成了碎片。现在的海王星系统，除了海卫一之外，只剩下零零星星，几颗不规则的小卫星，全部都是后遗症。说真的，这剧情放到人类历史里，就是一个陌生人踹开你家门，把你全家老小打了出去，自己住下来了，还把你家弄成了犯罪现场。不同的是，在太空中没人会来逮捕海卫一，而且讽刺的是，海卫一自己也活不了太久，因为逆行轨道的潮汐摩擦力极大，海卫一的轨道在极其缓慢的衰减。天文学家估计，在大约36亿年后，太阳系还活着的时候，海卫一会螺旋下降到海王星的洛希极限以内。届时，海王星的潮汐力会把海卫一撕成碎片，变成一圈壮丽的环绕海王星的光环。这圈光环就是太阳系第7大卫星的遗骸。一段完整的宇宙剧情，外来者闯入，干掉原住民，霸占房屋，几亿年后被房东发现并撕成碎片。看完海卫一的故事，你就会明白，引力捕获是真实的，不是理论推演。月球也一样可以尝试捕获路过的小行星，但为什么月球周围的海卫一从来没有出现？因为资源不够，内太阳系的小天体密度比柯伊伯带低了好几个数量级。月球附近没有什么东西好抓，但这不等于绝对不可能。假如，就凭假如这2个字的魔力，某一年，人类在望远镜里真的发现月球旁边多了一个小光点，经确认是一颗直径1公里左右，正在绕月球公转的天然子卫星，那么它会面临怎样的命运？答案：3种死法，选一个。死法1：弹弓打飞。如果子卫星在绕月运行的过程中，因为轨道倾角和离心率的长期演化，获得了额外的轨道能量。最常见的能量来源是月球绕地球公转时周期性变化的引力场，它会像被弹弓射出去一样，加速挣脱月球的引力，束缚飞入深空。它最终会变成一颗新的近地小行星或者阿波罗型小行星，轨道可能穿越地球轨道，也可能偏转到更远的地方。这是最温和的结局，温和到近乎温柔，
他来了一下，待了几年，然后安安静静地走了。月球没受伤，地球没遭殃，只有天文学家在望远镜后面怅然若失地叹了口气。死法2：撞上月球。如果紫卫星的轨道近月点不断降低，可能是因为地球引力射动叠加在月球潮汐上，它最终会以一个缓慢但不可逆转的螺旋线砸入月球表面。撞击速度大约是每秒2公里，因为没有大气层来减速，这个速度产生的动能会在撞击点制造一个直径几十到几百米的崭新环形山。撞击过程中，温度瞬间飙升到几万摄氏度，部分月岩被气化喷入太空，形成短暂的蒸汽雨流。几个月后，一切都冷却下来，月球灰白色的表面又多了一个小凹坑。从地球上用大型望远镜甚至能看到这颗紫卫星短暂的一生，在这里画上了一个环形山形状的句号。想想也挺浪漫的，它来到这个宇宙，漂泊了可能几百万年，最后选了全太阳系最温柔的一种方式离开，在月亮脸上落下一个吻。死法3：砸向地球。这是概率最低但后果最惊人的结局。如果引力博弈，地球、月球、太阳偶尔插一脚的木星，在某个时刻恰好把紫卫星从月球希尔球中朝地球的方向弹了出去，那么这颗直径1公里，以大约每秒11公里相对地球速度飞来，接近40马赫的小天体会在不到1天之内抵达地球。当它冲入大气层的时候，速度太快，快到大气没有时间烧掉它，只能在它表面融化出一个液态外壳，然后它撞上地壳或海洋。撞击瞬间，几百万倍广岛核弹的能量集中在0点几秒内释放。如果撞在海洋里，几百米高的海啸墙横扫一切；如果撞在陆地上，撞击点周围几百公里内的一切被冲击波夷为平地，几十亿吨烟尘被抛入平流层，遮挡阳光，引发全球温度下降5到10摄氏度。这不会像6600万年前那颗10公里直径的恐龙杀手那样造成大灭绝，但足以让人类文明断崖式后退几百年。所以你看，一颗小小的月中月，在它短暂的存在窗口，也许几年，也许几十年里，每绕月球一圈，都是在命运的边缘跳舞。它的轨道离心率每一圈都在变，它的近月点高度每一个周期都在降。三体问题是没有解析解的，你无法精确预言它的最终命运，你只能算出这3种结局各自的概率区间。但一颗紫卫星的科学价值恰恰来自于它这种命短的特性。在天体力学中，多体系统的轨道演化是出了名的难算。三体问题已经足够让19世纪最聪明的数学家，其中包括庞加莱抓狂4体问题，地球、月球、紫卫星、太阳更是一团混沌。而对于这样一个高度耦合的4体系统，人类的望远镜可以精确测量其中每一个天体的位置和速度。紫卫星的质量太小，运行一圈可能只需要1-2天，轨道变化肉眼可见。科学家可以在短短几年之内观测到正常情况下需要几万甚至几十万年才会发生的轨道演化。这相当于宇宙免费送你一个精密重力物理实验室。
不需要发射价值数亿美元的探测器，不需要在太空中布置激光干涉仪，你只需要在地面的光学望远镜前守几个月，大自然就把实验帮你做好了。更绝的是，这颗紫卫星本身就是一颗未经触碰的原始小行星。如果它是一个碳质球粒陨石类型的天体，也就是太阳系中最原始的岩石，那么它上面的物质可能保留了太阳系刚形成时的化学成分。当它活跃在月球轨道上时，人类只需要发射一个小型着陆探测器，或者干脆在它飞越地球时用雷达详细成像，就可以不用费力去逐小行星带采样，获得一份免费的远古岩石样本。当然，前提是你动作够快，这小东西可能说没就没了。但现实是，太阳系里我们一颗紫卫星都没找着，不是没找，是天文学家认认真真找过了。木星的伽利略卫星，4颗大家伙，从17世纪伽利略观测到它们开始，就被望远镜检查过无数遍。土卫6、泰坦，太阳系唯一有稠密大气层的卫星，也没有紫卫星。唯一的天体曾经被怀疑有紫卫星候选者的是土卫5、雷亚。2010年，卡西尼号探测器在飞越土卫5时，探测到电子通量的异常变化，似乎暗示在土卫5周围存在一个极稀薄的物质环，而环往往是紫卫星存在的标志物。但后续的多次飞跃都没能再探测到这个信号，这个疑似发现最后被归为未确认，一个都没有。太阳系里已知的几百颗卫星，没有一颗的旁边飘着属于自己的小石头，这不是物理学不允许，是概率不配合。仔细想想，这件事揭示了一个比月中月是否存在更深的真相：太阳系的稳定是错觉。我们今天看到的太阳系，8大行星排排坐，卫星们各自安分守己，只是时间长河中的一个瞬间快照。月球的轨道在变，它每年以3.8厘米的速度远离地球，这听起来像是蜗牛爬，但乘以10亿年呢。早期的月球可能离地球只有现在距离的1/10，那时从地球上看，月亮占据了天空的1/10，潮汐巨浪扫过每一片海岸。土星环看起来优雅永恒，但数据表明它们的存在时间只有1亿到2亿年左右。在太阳系46亿年的历史里，土星环是最近才出现的临时装饰。水星轨道的离心率在太阳和其他行星引力射动下存在极缓慢的混沌变化。在几十亿年的时间尺度上，水星有微小的概率因为轨道过于椭圆而与金星相撞，进而引发内太阳系全局洗牌。月中月是这个图景里最极端的例子，它的生命周期以年为单位，在地质时间的海洋里，连一滴水都算不上。它在人类的一次眨眼之间，完成了从不稳定到消亡的全部过程，而人类这个物种才不过存在了30万年，刚好在太阳系这一局的牌面上睁开了眼睛，刚好赶上了月亮还没有飘走，刚好赶上了土星环还在发光，刚好赶上了太阳还在壮年期。再过50亿年，太阳才会膨胀为红巨星，吞没内行星。你看，那个叫现在的时刻，恰好是我们能抬头的时刻。好了，第一个脑洞讲完了。月球能不能有卫星？
答案是可以，但概率低到不值一提。现在来第二个，这个更疯，疯到你不自觉地坐直了。假如地球和月球互换大小，想象一下这个画面，没有预警，没有新闻播报，没有天文观测提前预告，就是某一个普通的周二早上，你掀开被子，想从床上坐起来。你坐起来了，但你弹起来了，不是身体坐直的那种起来，是你只是稍微用了一点点腹肌的力量，整个上半身就像被弹簧弹射一样离开了床垫，然后你的后脑勺磕到了天花板。你捂着额头，发现一件事，你不怎么疼，不是因为天花板软，而是因为你的体重好像不对。你站起来，不，你飘到地上，抓住窗帘拉开它。天空中有一颗行星，不是月亮，月亮是一个精巧的发着柔光的小圆盘，你可能每天看它从来不觉得害怕，但它现在不是月亮了，它是一颗行星，一颗灰色的布满环形山和暗色月海的没有任何海洋和云层的巨大岩石球。它占据了天空的1/4，不是拍照片时那种遥远的视觉比例，是你的真实视野里实打实的1/4天空被这颗天体的表面占满了。它的边缘清晰而锐利，上面的月露高地反射着刺眼的白光，而月海盆地那些暗色玄武岩覆盖的平原，像一座座巨大的黑湖悬在你头顶。你用肉眼能够清晰地看到阳光在这些环形山边缘投下的阴影，又长又尖，像画上去的。你盯着它看了足足15秒，大脑没有发出任何危险信号，大脑压根儿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信息。你的理性思维在用尽全力告诉自己，这是不可能的，这不是现实，这是在做梦。但你大腿上正在迅速萎缩的肌肉和眼睛下面正在鼓起的浮肿告诉我，这不是梦。欢迎来到这个疯狂的新世界，欢迎来到微型地球。让我先把物理参数精确地摆在你面前，因为如果你不理解这些数字，就无法理解接下来会发生的一切。地球现在，现实中的地球半径是6371公里，质量是5.97乘以10的24次方公斤。月球半径1737公里，是地球的27.3%。月球质量7.36乘以10的22次方公斤，是地球的1.23%。也就是说，地球是月球的大约81倍重。当我说互换大小，最自然的理解是，只换几何尺寸，保留各自密度。也就是说，地球的半径缩到1737公里，密度保持每立方米5500公斤；月球的半径扩到6371公里，密度保持每立方米3340公斤。在这种设定下，微型地球有2个关键物理量彻底变了。第一，表面重力加速度。万有引力定律告诉我们 ，G 等于 G 乘以 m 除以 r 的平方。地球缩小后，质量 m 和半径的立方成正比，半径缩小到27%，质量缩小到被2%，所以微型地球的质量大约是 1.2乘以10的23次方公斤。把质量和缩小后的半径代入公式，表面重力加速度大约是 2.7米每秒平方。记住这个数字 2.7米每秒平方。地球的 G 是 9.8米每秒平方，
你现在的体重只有原来的27%，你原来70公斤，现在只剩19公斤。你原来做不了引体向上，现在你可以单手做20个，做完还不喘。你以为这是超能力，很快你会跪在地上求它变回去。第二，逃逸速度。一个物体要飞离行星引力范围需要的最低速度，等于根号下2乘以 g 乘以2。地球的逃逸速度是 11.2 公里每秒，大气分子需要达到这个速度才可能逃掉。微型地球的逃逸速度大约是 2.9 到3公里每秒。火箭不需要火箭了，一辆改装过的喷气式飞机就能飞出微型地球的引力井。听起来很酷，对吧？等一下你就知道为什么这是致命的。先说人体，这是最直观的灾难。你的身体花了近4亿年时间才演化成了今天的样子。4亿年，从第一批脊椎动物爬上陆地开始，骨骼、肌肉、心脏、血管、内耳、眼球，每一个器官和系统都被打磨成了完美适应一个 G 重力环境的精密机器。重力不是外部环境，是设计参数。改变重力等于拆掉机器里的一颗核心齿轮。先看骨骼，你的骨头不是一块死石头，它里面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微观级别的拆建工作。成骨细胞负责把血液中的钙和磷搬运到骨头里，生成新骨质。破骨细胞负责拆掉老化或者有微裂纹的旧骨质。这两种细胞互相制衡，像一个永远在装修中的房子。关键因素是什么信号告诉成骨细胞该干活了？机械应力。每一次你走路、站立、跑步、跳跃，重力通过你的体重在你的腿骨和脊柱上产生了微小但持续的压缩变形。这种变形会被骨细胞上的力学感受器，一种叫做骨细胞的专用传感细胞，检测到，然后发送化学信号告诉成骨细胞加把劲造新骨头。我们正在扛重量，当重力从 9.8 跌到 2.7， 这个信号突然大幅减弱。成骨细胞的感受器收到的信号相当于放假了，上面不怎么压着了。成骨细胞开始消极怠工，但破骨细胞不管信号，它是按既定程序拆旧骨头的，它继续正常上班。结果每一天你体内造的骨头都比拆的骨头少。有多快？在国际空间站的微重力环境里，宇航员承重骨骼的骨密度以每个月大约 1.5% 到 2% 的速度下降。虽然微型地球上重力还有 0.27G， 比微重力大得多，但骨骼对重力信号的敏感程度不是线性的，一旦低于某个阈值，骨质流失速度就会大幅加速。在 2.7 米每秒平方的低重力下，骨密度流失速度保守估计也有每个月 0.8% 到 1.2%。这意味着什么？1年后你的骨密度可能下降 10% 到 15%。要知道，在地球上，一个正常人从30岁到80岁的50年时间里，骨密度也就下降 20% 左右。在微型地球上，1年等于人家30年。在微型地球上生活5年的人，骨质可能已经疏松到地球标准下的极高风险骨折水平。从一把普通椅子站起来的时候，股颈就可以断掉，不需要摔倒，不需要撞到东西，就是单纯的、安静的，
身体无法再支撑自己的重量了。再说肌肉，同样的逻辑，你不需要那么多力气了，肌肉纤维就开始变细。小腿的肥肠肌，你走路时每一步都必须对抗重力，推你向前的那块肌肉，在低重力下每天工作量暴跌。大腿的股四头肌也是，臀大肌维持直立姿势的核心肌群也是。这三大腿部肌群加在一起，占了人体骨骼肌的将近一半。它们集体萎缩的速度，可以让一个人从能轻松深蹲80公斤，变成蹲下去站不起来，只需要6到8个月。讽刺的是，你的上肢肌肉几乎不受影响，因为你手臂不需要对抗重力来抬东西，上肢力量需求基本不变。所以，一个在微型地球上生活了1年的人，外表看起来是这样的：一张肿得像被人打过的脸，2根柴棍一样的干瘦大腿，一条细长的脖子，配上2条相对正常的手臂。这画面你要是看过宇航员在太空里待了半年后回到地球的样子，月亮脸加上鸟腿综合征，你就能想象了。区别在于，宇航员回地球后会恢复，而微型地球上的居民没有回地球这个选项，这是他们永久的身体形态。心脏怎么适应？心脏是一块拳头大的肌肉，每天收缩10万次，把大约7500升血液泵过9万公里长的血管网络。这颗心脏从小到大都是在需要把血液从脚底下泵到头顶，克服1.3米的重力压差这个前提下运作的。当重力压差降为0.3米，心脏突然变得劲儿太大了，每一下心跳都比需要的更猛烈，血液不是被泵上去的，是被弹上去的。短时间内这会导致血压紊乱，特别是上半身，血压异常升高。血管壁上的压力感受器、颈动脉窦和主动脉弓会检测到这个异常，然后触发迷走神经反射，试图把心率和血压降下来。但这个降血压的反射需要几周到几个月的时间来重新校准，而在这期间，人可能频繁出现头晕、黑蒙，就是眼前突然一黑，甚至体位性晕厥。更隐蔽的问题是体液再分布。在地球上，重力让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下沉到腿部，在低重力下，体液均匀分布了。结果是上半身体液过多，你的脸天天肿着，鼻腔黏膜充血，造成持续鼻塞、眼压升高。科学家怀疑，这可能和宇航员中观察到的视神经损伤和远视化，也就是太空相关神经眼综合征有关。你的腿则因为长期体液亏缺变得纤细干燥，皮肤失去了正常的水合作用，像放了气的皮球。然后是你的前庭系统，负责平衡感和空间定位的那一套内耳器官。你的半规管里充满了液体内淋巴，当你的头转动时，液体因为惯性滞后刺激里面的感受毛细胞，告诉你的大脑你在转。耳石器，特别是椭圆囊和球囊里面的碳酸钙小颗粒耳石，因为重力会压在感受毛细胞上，告诉你的大脑哪边是下。在 2.7 米每秒平方的重力下，耳石压着毛细胞的力量只有原来的1/4，但毛细胞的放电阈值，它们被触发需要的压力还是按地球重力设定的。
结果是前庭信号变弱变歪，大脑收到的下的信号跟视觉系统看到的不一致，跟身体本体感觉也不一致，这就造成了持续性的空间定向障碍。你以为自己在歪着，但实际上你是直的；你以为已经站直了，实际上你朝一侧偏了15度。这就是航天医学中著名的太空适应综合征：恶心、呕吐、头晕、方向感丧失。在国际空间站上，大约60%到70%的宇航员在头2-3天经历这些症状，2-3天后适应，但在微型地球上，没有人能适应，因为重力没有变回来。前庭系统要么永久性的重新校准，这需要神经系统在几个月内发生物理性重组，要么就一直处于紊乱状态。最后也是最深的一刀，生育可能变得不可能。我们不知道人类受精卵在低重力环境下能否正常分裂和着床。在地球上，胚胎发育的早期阶段，从受精卵到囊胚，再到原厂胚，依赖精确的细胞分化和空间定位、重力梯度、细胞内不同组分的重力沉降，在胚胎发育中可能扮演着关键的方向信号角色。改变重力有可能导致细胞分化出错、神经管闭合不全、器官错位。在地球上做过大量重力对生殖影响的实验，但几乎全是大于1个G的离心机实验，而低于1个G的低重力环境对哺乳动物繁殖的影响，人类的实验数据是0，因为我们没有地方做。国际空间站上，因为安全和伦理原因，从来没有做过大型哺乳动物的完整繁殖实验。只有一些细胞层面的实验表明，低重力和微重力会影响干细胞的定向分化和细胞骨架的重组。换句话说，在微型地球上出生的第1代人类婴儿，可能会面临前所未见的规模空前的发育异常。如果微型地球上人类在几代之内无法让后代正常发育和出生，那么这个物种的命运就写定了，不是在灾难中集体死亡，而是在一次次的难产和先天畸形中无声无息地消失，而这还只是生物层面。微型地球本身这颗行星正在地质层面走向全盘崩溃。第一个灾难潮汐，在互换大小之后，圆月球现在应该叫它大月球，质量大约是微型地球的30倍，因为半径扩大到3.6倍多，体积和半径的立方成正比，质量跟着体积涨。30倍质量的天体悬吊在你头顶38万公里处，它的潮汐力会有多大？我帮你算一下，潮汐力正比于天体的质量，反比于距离的立方。月球放大到30倍质量，而距离不变，潮汐力直接放大30倍。地球现在的潮汐，每天2次的海洋涨落，全球平均潮差大约0.5米。某些特殊海岸地形、漏斗型海湾可以把潮差放大到10几米。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的芬迪湾是世界潮差之最，可以达到16米，乘以30倍，全球平均潮差变成15米。芬迪湾可以达到恐怖的400-500米，那不是潮汐，那是每天2次的精准准时的行星量级的超级海啸。每一座沿海城市，地球上大约40%的人口生活在海岸线100公里之内，没有时间撤离，因为潮汐不是一次性事件，是每一天。
第一个潮汐周期6小时后，海水像一道几十米高的水墙砸进城市，高楼被从地基上掀翻，街道被整条冲走，所有的人、车、树、建筑的残骸被卷进一片褐色的泥水里，然后在退潮的时候被吸向大海。下一个潮汐周期，同样的事再发生一遍，一遍又一遍，永无止境。海拔200米以下的全部陆地都会变成潮间带。这个地理术语的本意是高潮线和低潮线之间的狭长地带。现在它覆盖了地球上大部分有人居住的平原。上海平均海拔4米，第一个潮头过后就什么都不剩了。纽约的曼哈顿，东京的千代田区，阿姆斯特丹，低于海平面的城市，在第一个潮汐周期之内完全抹除。伦敦、悉尼、洛杉矶、迈阿密、香港、新加坡，全部在被摧毁的名单上。世界地图在1个星期之内需要全部重绘。但潮汐不只在海洋里拉拉扯扯，固体地壳，你脚下看起来纹丝不动的大地，也在随潮汐一起变形。在地球上，月球引起的固体潮，地壳每天的垂直起伏大约是20到30厘米，幅度太小，你完全感觉不到。但当潮汐力放大30倍，固体潮的幅度就可能达到5到10米，甚至更多，取决于当地的地质结构。想象一个画面，你脚下的这片土地每12个小时升高8米，然后降低8米，岩石在微观层面被反复拉抻和压缩，每一条裂缝都在扩大，每一个断层都在滑动。在地球上，一次6到7级的地震通常只伴随着几厘米到几十厘米的同振滑动。在微型地球上，每天施加的人造应力就相当于一次全球地震的应力释放量。结果，环太平洋地震带集中了地球上约90%的地震和约75%的活火山，进入全面活跃期。日本、台湾、菲律宾、印尼、智利、美国西海岸这些地方，不是会不会地震的问题，而是每天震几次、震多大的问题。在一个地壳每天起伏10米的环境里，几乎所有历史上有记录的活断层都会在短时间内被触发。超级大地震的频率不是几百年一次，而是几周到几个月一次。然后是火山，直接因为地幔被引力按摩而加剧的火山。地壳下面的地幔延伸几百公里的半液态岩石层，本身就在因为热对流而不停地流动，就像一锅慢慢熬的粥。潮汐力给这锅粥加上了一个巨大的周期性的搅拌器。地幔的局部应力变化会促进岩浆的生成和上涌，特别是在已经有岩浆囊火山下方的部分熔融区域的地方。黄石国家公园下面的超级岩浆囊在地球上已经沉睡了63万年，可能会因为几十倍于正常值的固体潮而被搅动和唤醒。黄石上一次超级喷发大约是在63万年前，喷出了大约1000立方公里的火山灰和岩浆，覆盖了北美大陆的一大半。如果黄石在微型地球的潮汐扰动下再次爆发，而且这不是孤立事件，全球所有热点火山，夏威夷的几座巨型盾状火山，冰岛、意大利的坎皮佛、莱格雷、新西兰的陶波火山带可能在同一时期被激活，全球大气会被巨量火山灰
和二氧化硫覆盖。二氧化硫在高空与水蒸气反应，生成硫酸气溶胶，反射阳光，导致全球进入长达数年甚至数十年的火山冬天，作物绝收，食物链崩溃，全球饥荒。这还没到最根本的问题，潮汐、地震、火山，这都是表层的灾难。根子是微型地球保不住大气层。回到逃逸速度，我之前算过，微型地球的逃逸速度大约2.9到3公里每秒，在大气层高层，大约300到500公里的外大气层底，温度可以高达1000到2000摄氏度。在这个温度下，氧原子和氮原子的热运动平均速度大约是每秒0.8到1.5公里，看起来比3公里每秒的逃逸速度低。对，但麦克斯韦波尔兹曼分布告诉我们一个残酷的事实，在任何温度下，气体分子的速度不是整齐划一的，而是一个宽广的分布曲线，从接近0到非常高的速度都有分子存在。在曲线的高能尾巴上，始终有很小一部分分子的速度远超平均值。在2000摄氏度的高层大气中，有相当比例的氧原子和氢原子的速度可以达到甚至超过3公里每秒。这些高速分子一旦达到逃逸速度，就会脱离行星引力飞向太空，而且没有磁场来阻止它们，因为微型地球的磁场已经熄火了。这个过程叫金丝逃逸，以最早提出数学描述的英国天文学家詹姆斯·金丝命名。但金丝逃逸只是气体流失的第一条路，第二条路叫箭射逃逸，而且这条路需要没有磁场才打得开。地球之所以能在太阳风面前保住大气层，是因为地球的磁场像一个大保护罩，它延伸好几万公里，把来自太阳的带电粒子流太阳风给偏转开。太阳风里的质子和电子遇到地球磁层时，会沿着磁力线偏转，绕开大气层的顶部。没有磁场的行星，比如火星，大气层的高层分子直接暴露在太阳风的轰击下，高速带电粒子撞上高层大气分子，像台球一样把气体分子撞飞出去，达到逃逸速度。微型地球首先失去了磁场，因为它太小了，内部热量散失得太快，地核冷却，发电机停转，然后暴露在太阳风和大剂量宇宙射线之下。金丝逃逸和箭射逃逸同时进行，大气层的气压以地质时间尺度上瞬间的速度持续下降。当气压降到只有现在气压的大约1%，大约是10°8，水在体温温度下就能沸腾。沸点不是绝对值，而是气压的函数。气压低，沸点也低。在海拔8000米的珠峰顶上，气压大约是地面的30%，水的沸点只有70度左右。当气压降到地面的1%，水的沸点降到大约30-40度，你的体温是37度。海洋开始沸腾，不是慢慢蒸发的那种沸腾，而是在全海洋范围内，整片地变成水蒸气。水蒸气升入高层大气，被太阳的紫外辐射分解成氢气和氧气。氢原子太轻，轻松达到逃逸速度，飞向太空。氧原子重一些，但一样扛不住金丝逃逸和箭射逃逸的双重打击，最终也会慢慢流失掉。微型地球就这么干燥了，没有大气层，气温失去缓冲，白天太阳直射面超过150度，
夜晚背阳面骤降到零下150度，没有液态水，全部蒸发和逃逸了，没有屏蔽，致命的宇宙射线和太阳紫外线直射地表。这不再是一颗能孕育生命的蓝色星球，这是一颗微缩版的水星，滚烫、干燥、真空、死寂。而与此同时，它在被大月球给锁定，潮汐锁定。一颗行星的自转周期等于它绕另一颗天体的公转周期。为什么现在的月球总是永远用同一面朝着地球？因为月球已经被地球锁定了，月球自转一圈正好等于绕地球转一圈，都大约是27天。潮汐锁定的驱动力恰恰是潮汐力本身，因为潮汐力造成天体变形，从球体变成轻微椭球。变形的隆起需要在自转中被拖动，这个拖动过程消耗了自转的能量，能量被消耗掉的结果就是自转越来越慢。一旦自转慢到等于公转周期锁定了，就不再消耗能量，状态稳定下来。大月球30倍质量的引力锁住微型地球的时间尺度大约是几十万年到几百万年，在天文学上这也没多少时间。一旦被锁定，微型地球的一面永远朝着大月球，另一面永远背向。但这颗行星还在绕太阳转，太阳升起，然后连续照耀15天，地面温度飙升到200度以上，足以融化锡和铅。然后太阳落山，15天的极夜开始，温度骤降到零下180度，连大气中最重的气体二氧化碳都可以在地面凝化成干冰。在这种极端的日夜温差下，风速因为气压梯度可以达到几百公里每小时，一场永远不会停止的星球级别的超级风暴。任何在微型地球上的生命，哪怕是最简单的细菌，在第一个15天白昼、15天黑夜的周期里，就同时被烤熟和被冻碎了。到这儿，说实话，我自己写着写着都开始觉得有点太窒息了，所以我必须翻过来。如果还没睡着的话，坐起来听这一段。如果人类想要活下来，哪怕只有一丝机会，该怎么办？答案是搬家，不是搬到4光年外的比邻星，时间根本来不及，是搬到天上那轮大到占据1/4天空的大月球上去。听起来像个笑话，地月互换大小把地球搞死了，结果搬家到月球成了唯一的逃生出口。但物理事实是，大月球在这个新世界里恰好拥有了几个关键优势。第一，重力合适。大月球的表面重力大约是 5.9 米每秒平方，地球的61%。虽然不是地球水平，但远在所有灾难阈值之上。液态水可以留在地表，大气层的金丝逃逸时间也大幅延长。更重要的是，人体可以适应。生活在月球上的人需要强化骨骼和肌肉训练，但至少骨密度不会像在微型地球上那样自由落体般下降。第二位置依然在宜居带。微型地球和大月球组成的双星系统还在原来地月系统的轨道上，距离太阳大约 1.5亿公里，刚好是太阳系宜居带的正中央。太阳辐射量没有变。第三，大月球足够大。一个地球尺寸的天体，即使主要成分是低密度的月岩，内部也有足够多的放射性元素，由238、铰232和钾40来产生热量，
维持地核的热对流。这意味着大月球有很好的机会拥有一套自己的磁场发电机，一个能抵御太阳风的全球磁场，这是留住大气层的关键。但大月球有一个巨大的问题，它现在表面是真空，它不像地球一样继承了一层现成的大气层，除非在互换大小这个魔幻操作中，大气层也跟着重新分配了，但那超出物理讨论的范畴了。所以如果不跟着分配，大月球需要被改造。这个行动在行星科学里有一个正式的名称：地球化改造，或者叫星球工程。基本思路是用人类的工程能力，主动性地把一颗不适合居住的星球改造成第二个地球。对一个地球大小的天体，改造方案大概分为4步。第一步，升温。大月球现在离太阳的距离，接收到的太阳光和原来地球一样，但它没有大气层来保温。太阳光打在地表，热能直接被辐射回太空，就像一块裸露的石头。所以大月球的表面平均温度可能只有零下几十度，比地球上任何一个冰河期都冷。你需要一套轨道反射镜，在太阳和大月球之间布置巨型镜子，把更多的阳光反射到月球表面来加热。最可行的方案是把极薄的镀铝塑料薄膜，几微米厚，铺成几百到几千平方公里的太阳帆阵列，固定在日月拉格朗日第1点附近，像一个巨大的太空向日葵，把阳光聚焦到月球上。工程量大吗？大陆级。在物理上可行吗？没毛病。第二步，制造大气。大月球的地壳里如果有碳酸盐矿物，二氧化碳被锁在石头里，你需要释放它。最暴力的方案，卡尔萨根本人在20世纪60年代为改造金星提出过的是用核弹轰炸碳酸盐矿区，瞬间气化出巨量二氧化碳，形成一个由温室气体构成的初始大气层。当然，你没法呼吸纯二氧化碳，但它能提供气压，能锁住温度，能让你在露天不用穿压力服。有了这个基础气压之后，引入蓝藻和其他光合微生物，它们会把二氧化碳转变为氧气和有机碳。在地球上，从蓝藻祖先开始产氧到大气，含氧量达到现代水平，花了大约20亿年。但今天的我们拥有基因工程、合成生物学和工业催化技术，这个时间也许能压缩到几千年。第三步，引入液态水。大月球的极地深处，永久阴影区里，可能沉积了几十亿到几百亿吨的水冰。这些冰来自彗星撞击和太阳风中氢离子与月球表面氧化物反应生成的水分子，用轨道反射镜集中加热极地，或者干脆用一系列定点的热核装置融化这些冰。液态水顺着地形汇聚到低洼的月海盆地里，形成内陆海甚至小型大洋。有了液态水，就有了水循环，蒸发、凝结、降水，地球化改造就进入了自我加速阶段。第四步，磁场保护。如果大月球碰巧有自己活跃的磁场发电机，那就万事大吉，什么都不用额外做。如果没有，你就需要在行星和太阳之间，大约在第1拉格朗日点，布置一个巨型超导线圈，产生一个人工磁层来偏转太阳风。这个项目的工程量和前3步不在同一个量级，
它需要的超导材料总量和空间部署能力是目前人类远远不具备的。但物理学没有禁止它，而且从逻辑上，如果人类文明已经走到需要改造一颗行星这一步，大概率在材料科学和空间工程上已经有了相应的突破。整个改造过程可能需要几百年到上千年。对于一个人来说，这是一段永远看不到终点的长征；对于一颗行星来说，这只是一个下午的翻修工程。而在1000年的改造期内，人类需要一个生存方舟。微型地球正在死亡，大气从它身上屡屡飘散，海水在它的皮肤上沸腾蒸发，地震和超级火山在撕裂它的地壳。人类必须躲在深地掩体里，也许是废弃的1000米深矿场，用密封加压舱模拟地球环境，用人工光源种植食物，用封闭循环系统回收水和空气，或者干脆撤离到轨道空间站上，在大月球和微型地球之间的引力平衡点建立巨大的旋转居住站，用离心力模拟1个 G 的重力。在微型地球彻底干燥死亡之前，人类有大约几万年，运气好的话几十万年来完成大月球的改造。说到这儿，我必须从所有这些灾难的如果中跳出来，回到我们天天踩着的真实的蓝绿色的地球上。你看，我讲了整整1万多字的灾难，月中月的命运，微型地球的崩解，所有这些推演最后指向的其实不是一个科幻设定，而是一个更朴素的让人沉默的真相。我们站着的这颗行星，它的正常是一个天文级别的奇迹。你从未觉得1个 G 的重力有什么特别，但它是你骨骼保持结实，血液正常循环，胚胎能发育成婴儿的唯一原因。而且整个太阳系只有地球上的重力刚好在这个最合适的数值。金星和地球几乎一样大，但金星的表面温度462度，没有液态水，没有生命。火星的温度太冷，引力太小，磁场早就停转，大气压只有地球的6/1000。木星和土星，它们是气体，根本没有站立的地表。所有其他几百颗卫星和行星，没有1颗有恰好的组合。地球的恰好由铁镍液态外核维持磁场，恰好由板块构造循环碳元素调节气候，恰好有一片液态水覆盖了70%的地表。这一切不是理所当然的，而是抽到了宇宙概率彩票的头奖。而且更妙的是，推动所有这一切发生的那场车祸——推伊亚撞击，造出了月球。而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是，假如月球不存在，地球的自转轴倾角就不会是稳定的23度半。没有月球，地轴会在0到85度之间疯狂摇摆，轴偏1度就足以让一个极地冰盖在几千年里融化数米，轴偏几十度，全球气候系统崩溃，大规模灭绝，然后没有我们。那颗叫了46亿年月亮的天体看起来冰冷、死寂、满目疮痍，但它却是地球上最复杂的生态系统能够存在的前提条件。每次半夜看到月亮挂在那里，你可能只是匆匆扫一眼，哦，满月，然后继续刷手机。但你往下看看，你脚下的地幔深处，2900公里以下，还躺着那个撞出它来的忒伊亚行星的残骸。
天上一个半身，地下一个半身，而你活在这两半之间。抬头看一眼月亮，它比你想象的更不可能，你也是。